随着叶凡来到秦瑶仙子的居所，秦瑶对叶凡的到来好奇，他警告叶凡，他的到来已经引起了妖城中众多目光的注意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名为惊艳的少女妖精对叶凡持有明显的敌意，她秘密传音警告叶凡，认为他不配与秦瑶为伍，并嘲讽他的实力。叶凡对惊艳的挑衅不为所动，他与大黑狗一起在妖城的凤翔斋古店中寻找珍贵的材料。凤翔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商店，由800年前的凤翔老祖建立，他也是青椒王的老部下之一。在商店中，叶凡被一些原石所吸引，而黑黄则对一个破损的铜壶产生了兴趣，这个铜壶似乎与一个古老的道场有关。晚上，叶凡被邀请参加妖族年轻强者的聚会，聚会中讨论了即将到来的瑶池盛会和金翅小鹏王的挑战。叶凡和屠飞在聚会中享受美食和美酒，众人谈论着天蓬族的强大，博龙术出，天下无术，传说此族可搏杀真龙。在4级秘境对决，金翅小鹏王或许能与荒古圣体抗衡。叶凡与屠飞在旁碰杯，对此言论毫不在意。屠飞低声咒骂，希望叶凡进入4级秘境后能展现实力。叶凡淡然回应，问屠飞是否能提供1000万金元。屠飞摇头，除非去打劫圣地或进太出禁区。屠飞希望叶凡能进入4级秘境，将那些圣子与圣女压下去。叶凡笑道，圣女要留下，建一个大大的后宫。屠飞摇头，感叹不能修行也是一种幸运，不然叶凡恐怕会被某些圣地扼杀。叶凡笑道，现在有区别吗？机甲满天下追杀我呢。屠飞问叶凡今后的打算，叶凡对袁术有信心，计划去圣城赌石，拜访各大圣地的赌石方。大黑狗醉眼朦胧，斜眼看着他，打趣道，希望叶凡赢个圣女当人宠。众人被狗叫声吓了一跳，大黑狗醉倒在地。小世界内，妖族年轻强者聚会，热闹非凡。数名小妖抬进一个大铁箱子，箱子打开后，一股腐朽气息传出，数十件青铜器物全都破败不堪。众人围观，议论纷纷，猜测这些器物可能来自远古大教。颜如玉与青衣也上前查看，但难以得出结论。大黑狗被弄醒，挤上前观察，发现几件器物上有鬼脸印记，与白天铜壶上的印记相同。众人注意到鬼脸印记，但无法推测出什么。青衣询问这些器物的来源，白凤达是在曲州发现的。大黑狗暗中退后，显然知道这些器物的出处。白凤询问叶凡，但他不可能说出结果。最终，没有人知道这些器物的来历。大铁箱子被抬下去，宫阙中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，妖族修士齐聚，众人推杯换盏，热闹非凡。美丽的少女们在场中起舞，妖娆动人，勾魂夺魄。屠飞感叹修行无用，叶凡笑道，不修行哪有资格坐在这里。大黑狗在旁边超然道，修行的真谛不在于得到，而在于希望。屠飞嗤之以鼻，得到又能怎样，终究成为历史尘埃。大黑狗沉思，未再反驳。年轻男子金鱼感叹古之大地难以仰望，秦瑶笑言颜公主乃妖帝后人，对大地有所了解。众人被话题吸引，纷纷议论。白凤问颜如玉，大地境界如何？颜如玉道，先祖成为大帝后，无人可仰望其境界，连推测都不能。众人倒吸冷气，古之大帝如无法超越的丰碑。妖帝为东荒最后一位大帝，时间离现在最近，仍无人了解。金羽问大帝年轻时多强？颜如玉道，先祖天纵之姿，出世后无敌手，开创无上神术。苦竹问大帝是否开创术法，颜如玉点头，妖帝古今上半部便是大帝创出。有人感叹岁月无情，青莲大帝乃古往今来最强者之一。众人向往大帝，议论不休。黑黄暗中捣鼓妖帝的恐怖，叶凡震惊，妖族古天庭传闻震撼。聚会持续到深夜，众人醉倒。经验醉舞，几个妖族商量吃黑狗肉，大黑狗骂骂咧咧跑掉了。白凤、金羽、苦竹搀扶秦瑶，他笑着拨开他们。屠飞与女妖精告辞，计划提前离开。叶凡拱手告别，感谢招待。聚会最终散去。夜色中，山峰宁静。屠飞未归，与妖精同去。大黑狗不知去向，宫殿异常安静。秦瑶微醉走进宫殿，质疑叶凡的突然离开，怀疑他为庞博而来。叶凡心中一惊，酒意醒了一半，幸好庞博未露马脚。叶凡调侃秦瑶的诱惑，秦瑶带着醉意笑着，捏住叶凡脸颊，叶凡反捏他玉脸，调侃他在玩火。秦瑶笑意醉人，调戏叶凡，叶凡不甘示弱，拥住他，气氛暧昧。两人言语交锋，衣衫渐少，情感升温。秦瑶最终威胁叶凡不许逃走，叶凡笑道不会逃。两人既情感流露，气氛温馨。窗外寂静无声，只有清泉的声音和偶尔的夜鸟啼鸣。屋内烛光摇曳，叶凡和秦瑶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战斗。两人不着寸缕，肌肤相触，动作间透着旖旎。叶凡手臂上被秦瑶咬出一排牙印，他无奈地抱怨。秦瑶发丝凌乱，笑着回应。两人在床上不断过招，擒拿与反擒拿频频出击，虽然不是生死对决，但也不容分心。
秦瑶动作灵活，叶凡不甘示弱，双方在床上狭小的空间内较量，肢体纠缠。秦瑶出手如电，叶凡则以斗战胜法应对，最终将他的双手扣住。然而，秦瑶灵活如蛇，轻松脱身，继续展开反击。两人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，直到最后，战斗逐渐演变为一种亲密的互动。后半夜，房间内多了一道人影，颜如玉的出现让两人略显尴尬。颜如玉红着脸匆匆离去，留下叶凡和秦瑶面对面。两人再次交手，直到天光大亮，才逐渐平息。秦瑶气愤的离去，叶凡从废墟中走出，大黑狗则抱怨不已。屠飞回来后，见状大为惊讶，调侃叶凡与秦瑶的切磋。秦瑶再次出现，问叶凡是否真的这样说。秦瑶以其惊人的美貌和身材，如同艺术品般引人注目，她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魅力。然而，叶凡却感到了不祥的预感，急忙澄清屠飞在胡言乱语。屠飞被大黑狗追赶，尽管他试图辩解，叶凡却认为他活该。屠飞和大黑狗的争执不断，而叶凡则试图与秦瑶解释，称屠飞的话不可信。秦瑶的优雅掩盖不住他内心的风暴，他对叶凡说的切磋很在意。叶凡否认了一切，但秦瑶显然不信。屠飞和大黑狗的追逐战仍在继续，而叶凡则试图逃离这个小世界，却被秦瑶紧追不舍。屠飞和大黑狗的追逐最终因为叶凡和秦瑶的战斗而暂停。妖族少女经验对叶凡的离去表示欢迎，但秦瑶却坚持叶凡不能走。屠飞的到来让情况更加复杂，他透露了秦瑶和叶凡之间的切磋导致宫殿倒塌的消息。经验难以置信，但屠飞坚持所见非虚。秦瑶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终于爆发，向叶凡发起了攻击。叶凡试图低调处理，但秦瑶和经验都不买账。秦瑶的攻击让叶凡不得不应战，尽管他实力不及秦瑶，但形势所迫，他必须全力以赴。叶凡不想和秦瑶正面冲突，只能选择逃跑。经验试图阻止他，但秦瑶默默紧追。叶凡提出私下解决，但秦瑶误会了他的意图，愤怒至极。叶凡试图通过传音澄清误会，但似乎效果甚微。经验对秦瑶的沉默感到疑惑，而屠飞则在后头出馊主意，建议叶凡和秦瑶切磋以平息事态，这让叶凡更加恼火。秦瑶的怒气让他几乎要对屠飞发泄，但叶凡最终还是凭借速度摆脱了。叶凡和屠飞以及大黑狗计划悄悄离开，但出口守卫森严，他们不敢硬闯。屠飞建议叶凡亲自去找秦瑶解决问题，叶凡最终决定亲自前往。他们降落在经验的修行之地，希望借此离开，但经验却改变了主意，想要将叶凡擒住交给秦瑶。经验召唤了3位妖族强者，白凤、金羽和苦竹，他们都是道功5重天的天才，对叶凡身上的万物母气元根虎视眈眈。他们以秦瑶的名义对叶凡出手，叶凡若被打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屠飞和大黑狗想要帮忙，但叶凡选择独自面对，他直接去找秦瑶。秦瑶被惊动，叶凡直接进入他的宫阙，而经验等人则被秦瑶遣散。宫殿中传来激斗声，但叶凡最终传音让屠飞和大黑狗先行离开。他们等待叶凡，但叶凡迟迟未出现，直到第2天，他们发现秦瑶的宫殿崩塌，叶凡终于出现，他们这才顺利离开小世界。屠飞对叶凡的行为感到不满，认为他是个禽兽。叶凡驳斥道：“你思想太龌龊，没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在乱想。”屠飞继续说道：“你个禽兽，别跟我去瑶池了，我怕你惹祸。屠大嘴巴，你别诋毁我。”叶凡斥责。他们最终离开了小世界，但屠飞的抱怨声仍旧不绝于耳。在云泽州这个水雾缭绕的地方，叶凡和他们离开了古之小世界，再次感受到了这片绿洲的水泽之美。然而，他们的宁静很快被打破。黑黄敏锐地察觉到有人跟踪，天际的云朵被震散，妖气汹涌，预示着有庞然大物快速接近。随着号角长鸣，3艘妖族的紫铜战船如同紫色的闪电，划破长空，向他们冲来，沉重的压迫感逼近。屠飞脸色一沉，意识到这些战船是灭敌时才会出动的，而叶凡则询问这些战船的级别。屠飞回答说，有背景的妖族都可以拥有。叶凡望向天际，发现第1艘战船上立着妖族年轻强者白凤，他带了不少帮手。第2艘战船上是金羽，第3艘则是苦竹，3位天才联袂追来，目标显然是叶凡。屠飞喝问他们的意图，白凤传音表示他们对屠飞并无恶意，只是与叶凡有些话要说。叶凡神色镇定，询问他们想说什么。白凤回答说，叶凡离开时妖族秘宝遗失1件，所以要擒他回去。屠飞质疑他们，金羽则表示只在叶凡身上感应到了秘宝的气息。叶凡冷笑，指出他们无非是想打他身上的万物母气的主意。苦竹平静地表示，叶凡身上有妖族秘宝的气息，他们会给他一个公道，将他押回去交给素老秉公处理。叶凡心中一凛，沉声反驳他们连是什么秘宝都说不出，却还向他泼脏水。白凤喝道，大罗星盘在叶凡身上，今天必须拿他回去。金羽话语森然，指责叶凡在妖族净土太过放肆，毁掉了严公主给他暂住的宫阙，
震碎了秦瑶仙子的洞府。临去前又盗走一件秘宝，不得不擒拿他。苦竹大喝动手，3艘战船冲出一道道彩光，交织成一片天罗地网，向着叶凡照去。屠飞喝问他们，叶凡化成一道虚影，在肩部绒发间穿行了出去，并没有被束缚。黑皇手中有不少大旗，刻有高深的道纹，在不老殿时将老妖都困住过。叶凡传音让屠飞赶紧走，他从苦竹的话语中听出了味道，要将他带回去交给素老秉公处理，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大黑狗非常没义气，架起玉舟狂逃而去，头也不回地冲向远方。他怕战船上便有老妖，屠飞也不敢久留，拼尽力气逃遁，眨眼不见踪影。白凤、金羽、苦竹并不想与屠飞冲突，更没有打算去追击大黑狗，全都冲向一个方位，锁定了叶凡。白凤杀机无限，不再掩饰，金羽与苦竹也命人催动战船，紧追不舍。叶凡如今的速度独步道宫秘境，可并不能摆脱紫铜战船，两者间的距离始终未能拉大。叶凡讽刺他们为了杀人夺宝，出动这么多人手。白凤回应说，他们不是为了夺叶凡的万物母气元根，而是叶凡先到了他们的秘宝，不得已才拿他。金羽森然道，叶凡如果那样理解，他们也不想多说什么，今日就是要擒他回去。叶凡冷声道，他们3个给他记住了，今日想杀他夺宝，他日他会奉还的。苦竹平淡的开口，叶凡还有什么将来可言，一生都只能止步于道宫秘境。再者，今日叶凡以为能逃得了吗？叶凡不再多说什么，将鼎祭出，化成1米高，悬在头顶上方，垂落下一道道玄黄气，护住了他的身体。这一路逃下来，他并没有感受到那几名老妖的气息，这让他心中长出了一口气。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。白凤、金羽、苦竹亲眼见到万物母气元根，神色顿时有些激动，他们的确就是为了此鼎而来。白凤开口道，叶凡盗走妖族秘宝，注定难逃一死，叶凡的鼎他们就代为保存。叶凡讥讽白凤是个伪君子，都到这等境地了，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。金羽就直接多了，杀机毕露，森然道，他跟死人不想多说什么，把叶凡的鼎拿来吧。他张嘴吐出一道金芒，向前劈来，如一道金色的闪电撕裂了苍穹，快到极致。叶凡躲闪向一旁，金光击在虚空，他不想硬汉，毕竟对方在道宫5重天，足足高了他3个境界。他不动声色，开始运转9秘，当然并不是想与对方大战，他是想提升10倍的速度。苦竹平淡的传音道，金翅小鹏王太傲气了，非要与叶凡同阶而战，真是可笑。他们可不会那样，一个废体而已，直接抹杀就是了。叶凡说到这里，9秘中的阶字秘成功触发，他的速度瞬间10倍提升，而也就是在这时，他心中一动。3艘紫铜战船并排前行，相距非常近，如果打翻一艘，恐怕另外2艘也要遭殃。他鬼使神差的倒冲而回，离火神炉出现在手中，炉盖打开，黑色火焰腾腾燃烧。他的速度已经非常恐怖，连紫铜战船这样的飞行法宝都很难追上，现在速度10倍提升，达到了让道宫秘境的修士震撼的程度。白凤、金羽、苦竹以及3艘战船上的其他人全都出手，想把他碾碎。可是叶凡的速度太快了，避过所有攻击，将离火神炉祭出，滔天的黑色火焰子汹涌而下。船上的人可以退避，但是3艘战船不可能第一时间改变方位，当中的那艘一下子被大火吞没了。自堕日灵取出的火焰温度炙热，法宝也抵挡不住，至今为止唯有妖帝9斩之灭形可以让其湮灭。中间那艘紫铜战船一下子崩碎了，这种大型法宝遭遇毁灭性攻击，爆发出的能量让人心惊肉跳。刺眼的光芒，海啸般的能量波动横扫八方，席卷了这片天宇。与这艘战船并行的另外2艘受到了严重的波及，虽然没有爆碎，但却被剧烈的能量打穿了船体，出现很多大洞。这2艘紫铜战船近乎解体，坠落下高空，显然也不能飞行了，几乎也算是毁掉了。叶凡也没有想到造成这么恐怖的后果，完全是冒险一击而已，3艘紫铜战船竟都被干掉了。最为重要的是，中间那艘战船上60-70名妖族修士几乎全都粉身碎骨，只有白凤逃了出来，不过却也遭受了重创，咳血不止。另外2艘战船上的修士也有部分死伤，其中苦竹的一条手臂被击得骨折，再难保持淡然之色。3大高手中唯有金羽毫发未伤，率领剩余的90几名修士杀向叶凡。白凤咬牙切齿，大叫道，围住他，不要让他脱逃。苦竹脸色铁青，刚才还在说可轻易抹杀荒古废体，不想转眼间他却断掉了一条手臂。3艘贵重的战船被毁，让这些妖族修士皆出离了愤怒，嘶吼着冲杀向前。叶凡以万物母气护体，快速突破了出去，他可不想停下来硬拼，因为离火神炉中的黑色火焰干涸了。叶凡大笑道，你们想杀我，却先葬送3艘战船，自己也是骨断筋折，真是可笑。3大高手率领这么多人追杀，却因对方一次袭击而毁掉了3艘战船，让他们脸色难堪无比。白凤、金羽、苦竹默不作声，脸色铁青的追了下去。可是叶凡太快了，没有战船不可能追得上。叶凡，你可敢一战？
这种话你们也好意思说得出口？就好比我问你们，可敢一头撞死在母鸡身上？叶凡的话语实在有些不地道，气得三人恨不得撕碎他，但可惜就是追不上。叶凡不可能停下来，身在云泽州非常危险，此地离青蛟王的小世界并不算非常遥远，万一跳出个老妖，将没有任何悬念可言。他不能有任何耽搁，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逃离云泽州。多谢三位天才，送我千里，终须一别，还是请回吧。不要忘记，下次带几艘更大的战船，我喜欢看烟花绽放的绚烂光华。白凤、金羽、苦竹三人脸色阴沉如水，但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凡消失。6日后，叶凡来到了利州境内，此州如其名一般，景色如画，与北域其他地方的荒凉景象相比，大不相同。利州距离北域的圣城已不是很遥远，急速飞行的话，差不多半个月就可以到达。这片绿洲方圆能有5-6千里，中心城池名为利城，非常美丽，在整片北域都相当的有名，城中多园林奇景，美不胜收。叶凡刚刚进入利城不久，他心中就是一动，因为他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——姬子月。